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在结束富士山河口湖的行程后，来到了东京。以往拜访东京都是出差采访的行程，对于这个大都会，可以说是完全不熟悉。所有大家觉得必访的景点，我全部都没有去过，所以决定这次至少要多认识一下东京。这次下榻的饭店是位于田园町站的 APA 饭店。会选择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很便宜，交通也算是便利，一下楼就是地铁站，走路到浅草寺也只要10分钟。缺点就是房间真的是有够小的。那这次在东京待了3天，造访了几个有趣的景点，当然我还是会用最好拍的 vivo X300 Pro 记录行程中最美的一瞬间。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东京的夜晚非常热闹，这几天的晚上也逛了很多知名的拍摄点，真的很过瘾。抵达东京的第一天晚上，因为看了旅日的摄影达人分享了六本木灯海与东京铁塔的照片，虽然说还没做好人挤人的准备，但我还是决定第一天晚上就往六本木前进。每年11、12月，在六本木举树板大道都会点灯，可以拍到灯海与东京铁塔，当然人潮也是满到不行。最好的拍摄点就在天桥上，不过天桥下也能找到不错的拍摄角度。其实，在六本木地铁站出来后，就可以拍到街景与东京铁塔。我觉得其实那边会更美。离六本木不远的涩谷，就是东京最热闹的逛街地点，也有着非常著名的涩谷十字路口。在傍晚时，有很多跟我一样慕名而来的游客都聚集在这里。路边偶尔也会有街头艺人演出，现场演出觉得不错，记得要赞助一下。拍摄时也要经过同意哦。如果没有来过这里的朋友，还蛮值得体验一下过马路超拥挤的人潮，最好可以跟着一起过马路，体验非常特别。如果想要从高空拍摄，建议可以到涩谷109顶楼拍摄，这里是需要门票的，门票可以换1杯饮料，所以其实不会觉得不划算。室内室外都有透明窗户可以拍摄，但可以拍摄的角度其实不多，如果人太多，只能慢慢等。东京车站也是夜拍必访景点，造访前查了一些资料，大多分享4个主要的拍摄点。首先是 KIT 大楼6楼户外庭园，这里是面向车站的右侧，也是距离比较近的一个点，可以拍下带着融合英式与日系建筑的风格，还有跟丰臣秀吉头盔一样的屋顶。第二个拍摄点是丸之内大楼5楼，这个点视角很好，不过比较难拍到整个车站的全貌，因为右侧会被车站的南出口建筑挡到部分的结构。第3个拍摄点是新丸之内大楼7楼，这里的拍摄视角更好，但因为是餐厅的户外用餐区，虽然有开放，但怕干扰到其他的用餐客人，所以也不好待太久。最后一个拍摄点就是车站正对面的广场，在11、12月时也会点灯，搭配转黄的银杏，其实非常的漂亮，但是人潮很多是比较大的缺点。在这边用超广角拍摄会有很壮阔的景色，当然也可以直接面对车站来拍摄。话说车站内的穹顶也非常漂亮，大家别忘了走进车站看一下哦。这次的旅途也恰巧遇到浅草寺建市1400年首次的光雕秀。虽然离下榻饭店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距离，但我还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前往。下午去的时候，
那个人潮真的有够恐怖的，尤其是商店街的区域，我还以为来到了逢甲夜市。不过只要不要经过商店街，从旁边绕过去，很快就可以抵达了。浅草寺建筑非常的雄伟，每个角落都可以拍下超棒的画面。在下午逆光下拍摄五重塔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逛了一下浅草寺，在等待光雕前，慢慢散步到羽田公园。公园分成浅草跟墨田两块，可以沿着铁道下方的人行穿越道，就可以在两边通行。在日落时，桥上可以欣赏落日洒在河面上的美景。但我最喜欢的是在桥上等待列车通过，然后拍下列车跟晴空塔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只是我觉得很美。当然，住在浅草，每天都可以看到晴空塔，无论是白天晚上，满满的晴空塔，让你拍到爽。到了晚上，光雕秀正式开始，演出真的非常有魄力，而且跟一般光雕秀1个小时播放一次完全不一样，每隔3分钟就来一场，所以根本就是让你看到饱，甚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，超爽的。话说，因为传闻半夜来浅草寺超级好拍，所以我当天的半夜又来一趟。不过中间的等待时间，我就先到旁边的爵士酒吧 Hub 吃吃喝喝看演出。而且当天演出的是草根蓝调的大乐团，完全值回票价。半夜的浅草寺真的很好拍，虽然不到都没人，但比起白天真的要好拍太多了，也多了很多宁静感。尤其是从雷门经过商店街这一大段，完全是空的，真的别有一番风味。这次好像都没有分享白天的行程哦。其实我白天还是有活动的啦。我有造访了几个神社，像是金户神社、还有着漂亮银杏树的飞木道和神社。另外也有满满御饭团象征的高木神社。当然，身为阿宅的我，一定要到秋叶原朝圣一下。没想到星期日下午居然有开放行人可以走在大马路上，在上面闲晃，真的很新奇。回程的前一天，虽然遇到青森大地震，东京其实也很晃哦，但还好没有影响到交通。隔天回台湾的飞机上还看到富士山，算是帮这趟旅程画下完美的句点。
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